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方竹时间，我是方竹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聊一个可能会引发争论的话题，就是在国际舞台上，台湾、新加坡、香港谁最能代表亚洲？就在2025年的6月，瑞士洛桑管理学院 AMD 发布了世界竞争力排名，在全球69个经济体里，新加坡、香港分列全球第2、第3，台湾呢也不甘示弱，升到第6名。可以说，他们都是小而精的存在。但问题是，代表亚洲究竟意味着什么？它不是简单的比 GDP、比游客、比谁的摩天大楼更闪亮，而是一种浓缩的符号。别人一听你的名字，脑海中会立刻浮现出某种画面、气味或者是情绪。为了让答案更清晰，方主把它拆解成5个维度来聊：1、国际形象； 2、文化认同； 3、经济竞争力； 4、时代感； 5、持续性。每个维度满分10分，总分50分。聊完之后，看看这3个小而精的存在都是多少分，也许您会发现结论并非想象那么简单。当然，也一定有聊得不完整的地方。方竹非常欢迎您在视频下方留言补充。我们先说说第1个维度，国际形象，也就是别人在谈论你的时候，是敬畏、是好奇，还是温暖。台湾的形象是民主韧性加高科技天才。自由之家在2025年给台湾的自由分数是100%中的94分，是亚洲最自由的社会之一。走在台湾，你能感受到那种蓬勃的公民活力。同时呢，它是全球半导体的心脏。台积电制造了大部分芯片和最先进制程，全球共识呢早已明确。台湾是高科技供应链不可或缺的一环，这种价值观加价值链的组合，让台湾赢得了钦佩与战略关注。但受限于外交承认，它更多是依靠文化、科技和 NGO 非政府组织来传播形象，而不是正式的外交。我给台湾7分，它受人尊重，充满好奇，但也背负着地缘政治的焦虑与尴尬。新加坡的国际形象可以说是精准雕刻出来的，高效、安全、靠谱。2025年亨利护照指数将它排在全球第1，几乎是畅行无阻。拿着新加坡护照走到哪里都很受欢迎。樟宜机场也再次被评为世界最佳，而机场往往是国家的第一印象，顺畅、无缝衔接成了新加坡的标签。政治上，2024年黄循财先生顺利接任总理，2025年人民行动党赢得大选，稳定性让投资者和民众都安心，这就是新加坡效应，没有戏剧化，却极度可靠。我给新加坡9分，它赢在敬畏加信任。有人批评它太安全、太光鲜，但这恰恰说明品牌已经牢牢定型。香港曾经是亚洲国际都会的代名词，霓虹天际线、音乐交融、金融中心带点电影感，光环今天依旧存在。它仍是全球主要的金融中心之一，经常和新加坡并列在前列。文化软实力也在扩展 ，M+ 博物馆吸引了数百万观众，但自2020年起，外界印象发生了变化。尤其是2024年3月基本法23条通过后，国际头条基调更趋严肃。政府强调秩序和投资，外界却解读出更多的争议与分裂。香港依旧震撼，品牌依旧响亮，但情感色彩已经比过去复杂。我给香港8分。快速小结一下国际形象。台湾自由与科技双引擎，但始终背负着地缘焦虑。新加坡低戏剧高信任，稳成了最大的品牌。香港光环仍在，但国际情感更趋复杂。第2个维度是文化认同，也就是它是否带有一种独特的、让人一眼就能认出的亚洲味儿。台湾的文化信号一听就懂，一看就认得出。庙口的闽南语歌谣，夜市的烟火与烤香肠，原住民工艺，日治时期的街道，再加上华语流行音乐与独立电影，构成了独一无二的台湾味儿。金马奖更是台湾文化分量的证明，被视为华语电影最高殿堂。
也让台湾成为华语叙事的策展人。至于日常生活，庙宇、机车、早餐店、电视里的布袋戏，这些细节都让台湾文化既亲切又真实。方竹的个人诗画集和诗集都有在台湾出版过，喜欢它的唯美与精致。我给台湾9分，温暖、多层次、真切。新加坡呢？在多族群、多语言的现代化都市里，亚洲味儿会在哪儿呢？答案就在餐桌。2020年，新加坡小贩文化被列入联合国非遗清单。一顿午餐，你能吃到马来菜、华人菜、印度咖喱、娘惹风味儿，像是一张缩小版的亚洲地图。但整体上，新加坡更像现代亚洲，精准、融合、全球化。如果你期待庙宇深院或者传统戏剧，那新加坡会显得很后亚洲。我给它6分，文化深厚，但标志更偏现代融合，而非传统亚洲感。再说香港，香港的文化 DNA 是一段经典。粤剧被列入联合国非遗清单，霓虹街头、粤语流行、功夫电影，还有那独特的高楼剪影，但它并未停留在怀旧里。西九龙的 M+ 博物馆展现了香港文化的当代性与雄心，它正在为世界策展亚洲。连粤语这门语言本身就带有城市的节奏，让人一听就能联想到香港。我给它8分，厚重的底蕴加上新文化平台，保证它继续往前走。来快速总结一下文化认同这一维度：台湾温暖真实，文化亲切而独特；新加坡现代融合，文化深厚却不古典；香港经典符号依旧，但正不断刷新叙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聊第3个维度：经济竞争力。一句话，能不能在全球竞争里站稳脚跟？台湾的竞争力集中而关键，它的半导体脊梁已经不是一个产业，而是全球经济的基础设施。大部分芯片和最先进制程都出自台湾，尤其是台积电。更重要的是，台积电不断在海外扩张。2025年，亚利桑那州4纳米厂投产，2024年日本熊本厂启用，第2座厂房也在规划当中。这提升了产业的韧性，但问题在于过度集中，全世界供应链都依赖台湾，这既是优势也是压力。未来的挑战是在保持核心产能在本土的同时，实现制造多元化。所以我给台湾7分。它在关键产业世界一流，但风险管理与产业多元化还有功课要做。新加坡呢？新加坡就是小身材里的重量级选手，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里，它常年与香港并列前2，仅次于纽约和伦敦。樟宜机场是人才与资本的超级枢纽，港口依然是世界最繁忙之一。最重要的是，它没有停留在金融，而是积极进军前沿科技。人工智能战略 2.0 涵盖算力、人才培养和治理实验场，传递的信号也很清楚，未来增长靠生产力驱动，而不是补贴。2025年大选确认的政治稳定，也让风险溢价极低。我给新加坡10分，在物流、金融、政策3方面几乎没有短板。再来说香港，香港的金融引擎依然强劲。2025年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继续把它列在全球顶尖阵营。它的优势是市场深度、商务法治传统与人民币联动以及专业服务。但过去几年房地产低迷，跨国企业缩减规模，加上高利率和新的地缘政治，让旧的增长模式受挫。港府推出的北部都会区蓝图能否转化为实际生产力，还需时间的检验。我给香港8分，资本市场实力依旧，但转型成败是最大看点。快速小结一下经济竞争力这一环。台湾半导体是命脉，集中是优势也是风险。新加坡稳定而强大，几乎是满分选手。香港金融底子深厚，但转型能否成功还在观察。接下来我们进入第4个维度，时代感。一句话就是，你是在引领潮流，还是在吃昨日的老本？
台湾的时代感靠两大引擎：公民创新与科技制造。在公民端，它已经成为参与式民主和开源治理的研究案例；在产业端，正在全速布局 AI 芯片，并将制造经验输出海外。政治上，两汉摩擦难免影响国际形象。整体上呢，台湾是现代的，不是怀旧的。独立音乐、设计、美食文化频频出现在社交媒体上，让全球看到的是鲜活的台湾。我给台湾8分，领先，但地缘政治常分散注意力。新加坡的超能力不只是做得好，而是做得及时。它很早就布局数字治理，推出负责任的 AI 的标准和测试。移民、住房、交通都被当作动态系统持续调试。人工智能战略 2.0 更像项目计划书，有负责人，有里程碑，有时间表。新加坡在告诉世界，我们一直能跟得上时代。我给它9分，与时共进不是偶然，而是制度化。香港呢，正在努力找回时代感。它一方面定位为大湾区的金融与科技枢纽，另一方面投资文化。巴塞尔艺术展、M+、西九龙文化区不断刷新叙事。但时代感不仅靠硬件，还需要与全球开放的氛围同步。2024年通过的基本法23条，让一些国际 NGO 非政府组织和创意人士降温。政府强调秩序与投资环境，但那种轻盈的当下感是否能回来？我给香港6分。在艺术与金融仍有前沿优势，但整体传递出的时代气息已不均衡。来快速小结一下：台湾现代鲜活，但受地缘政治干扰；新加坡制度化，与时共进，稳定领跑；香港的时代感在努力更新，但仍显得有点不均衡。接下来我们进入第5个维度：持续性。优势还能撑10年、20年吗？台湾的可持续性呈现双面性，一方面呢，它的产业护城河深厚，公民社会活跃，教育体系呢有灵活调整的能力，加上与日本、美国、欧洲的伙伴关系不断增强，有助于分散风险。另一方面的风险也很突出，全球最低的生育率与持续的人口下降，为2030年代的劳动力和内需市场敲响了警钟。能源安全与电网韧性在绿色转型过程中也是悬而未决的课题。我给台湾6分，资产很强，但人口倒计时的警报声也非常刺耳。新加坡呢，国土小，水资源有限，但最不缺的就是前瞻规划。水的故事就是经典案例，通过 New Water 再生水利用和海水淡化，保障长期水安全。国家水务局甚至公开建模到2060年的供需组合。粮食方面还提出了 30 by 30的目标，到2030年实现30%的营养需求本地生产。财政上呢，谨慎稳健，制度不断翻新，把未来当作日程表上的严肃约会。人口结构虽是挑战，但通过移民与生产力政策可部分抵消。我给新加坡9分，它的前瞻性不是诗意，而是落在政策上的执行力。香港的基础优势：商事法治传统、雄厚资本池、紧凑的城市形态，天然具备可持续性。但它正处于关键的转折期，大型项目如北部都会区和明日大屿愿景，承诺增加空间并加强与大湾区的融合，却伴随财政、环境与执行风险，尤其在地产低迷和高利率背景下更显沉重。长期的可持续性将取决于这些项目能否真正带来新的生产力。所以呢，我给香港7分。股价坚实，但未来的关键在于增长的质量。好了，是时候一起来看一下总排分。记得满分是50分，台湾总分37分，新加坡43分，香港37分。如果您常看方程时间，您就会知道我对那种赢家通吃的排名有些过敏。但如果硬要回答谁最能代表亚洲走上全球舞台，我的选择是新加坡。不是因为它更亚洲，而是它最稳定的把亚洲现代性、有秩序、多种族、全球通用转化成一种让世界立刻信任的信号。
不过，最智慧的答案也许是三者合力：新加坡的智力、台湾的创造力、香港的国际气质，拼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亚洲。如果你喜欢这种既温暖又有数据支撑的对话，敬请您点赞订阅放逐时间，也欢迎您在留言区分享您的答案。在你心目中，谁最能代表亚洲？我是方竹，祝您好运好心情，我们下次节目见。